程小娘子嘴巴挺了得，倒叫我看看这脚上功夫如何呀？有些人真是殿前失礼，行走蹦跳，仪态可笑啊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我道是谁？原来是程家娘子救兵来。林将军，我自己坐好。林子胜，你这是何意？早听闻圣上已为五公主觅得了岳氏驸马，驸马人品风流，乃是旷世少见之人，与五公主甚是般配。子胜在此，先行恭喜了。你敢笑话我？子胜，三公主与宣侯世子成婚时，臣人在外征战，未能及时恭贺，在此道一声迟来的恭喜。走吧。等等。你这个小贱婢！莫娘子，那程娘子似乎与林将军很是亲密呢。做好咱们分内事，莫要非议他人。备好酒，就端上席吧。可是，以前皇后不是有意将娘子许给林将军的吗？休要耍此闲话。皇后从未将此事作证过。再妄议此事，看我如何惩治你。是。林将军这是作何？为何不放手？拉来扯去的只会更难看。你难道想我们在宫中被人看笑话吗？你坐此处吧。我
我做此处，怕是不合规矩的。无妨，坐吧。如今宫里行事愈发不讲规矩了，连一个小女娘都可以坐在皇兄身侧。皇兄，你真是好脾性啊！三弟莫要吓着人家，这是家宴，本就不必太过拘束礼法。再者，是子胜带他坐在这儿的。皇兄此言差矣，以小亏大，治家稳而无章，何以治国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既坐在此处，总要通明吧？哦，我叫陈少商。哦，你便是那个刚与娄氏退婚的程四娘子啊！哎呀，容貌甚好啊！我若纳了你，你我便是家人，家人坐在此处，便不算坏了规矩。两位皇兄，是吧？五弟啊，你就是太长情了，才让父皇屡次训斥。怎么，坚决不改，是吧？五殿下不必惦记了，少商他已经有亲事了。哎，子胜欺娃，这满都城中何人不知城楼退亲之事？是啊，所以现在我可以娶她了。林将军，你莫要冲动，你不要为了帮我，把自己终身大事给毁了。哼，怕是子胜和皇兄待得太久了，气势不若从前凌厉，竟连一个小女娘都敢违抗你的命令。陛下到。都在聊什么呢？这么高兴？巡城家宴不必如此拘束。娘娘，你怎么坐这儿？陛下，此事你这是？臣请您代行长辈之职，向程四娘子提亲。好，好，哎呀，好，这还以为这件事啊要拖许久呢。如此说来，那就是今天定下来啊。程阿姐，来。程阿姐，子胜10岁起呀，就养在朕的跟前，如亲子无异啊。今日朕暂代扶植，想来请你啊提亲。程爱卿，意下如何？哎，贤弟，好亲事啊，好亲事啊！还愣着干嘛？快答一个！臣自是，这是好事啊！是啊，好事，好事。臣自然，此亲不能接。啊？请陛下收回成命。陈夫人，你这是对子胜有何不满啊？内子对将军怎敢有不满？将军少年英雄，将军少年英雄，是我家小女少商，配不上林将军。
小女自幼缺乏管教，行事顽劣不堪。自妾归家以来，读书不行，习武不成，女德没有，口德不修。妾本欲严加管教，奈何他目无尊长，不服管教。妾怎敢对天颜有所欺瞒？若少商非我子女，如此心腹，嫁我程氏，妾也绝计不会答应。若换作程氏其他女娘，能得到陛下垂爱照拂，我们程氏也深感荣耀。陛下，少商好勇斗狠，妾担心，若真嫁给林将军，日后会酿出大祸，连累程氏全家性命。陛下，这门亲事绝嫁，只是少商他自己配不上。程爱卿，陈夫人所言当真吗？此事不怪小女。臣与内子征战沙场时，将她留于家中，难免疏于管教，是我们父母失职。自古家丑不可外扬，妾也想给小女留些颜面，怎奈她委实不堪重用。林将军，你与小女相识10日尚浅，她看似乖巧通达，实则巧言是非，行事鲁莽。陈娘子，你认为你自己真的如你母亲所说那般，如此不堪吗？回陛下，我阿母所言，句句属实。臣女这般品行，连自己阿母都瞧不上的人，如何配得了天人之资的林将军？是啊，圣上不如收回成命。说什么？想不到啊，真想不到，竟然会有人为不嫁子胜，将自己的亲女贬得一文不值。在我的印象里面，全都城的女娘都争着抢着要嫁给子胜，可偏偏程家为拒婚不惜违抗皇命。不知道是程夫人用心良苦，还是子胜令人家心生惧意啊。三弟慎言，此事攸关皇家颜面。陈将军，还请三思而后行。那个，要是不嫁林不疑的话，嫁我也行啊。这个程娘子与我倒是挺配的，她粗鄙不堪，我放浪不羁，我俩才应该是一对儿。说什么呢？混账东西！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陈氏，君无戏言。朕今天向你提亲，诚意已表。你敢当众拒婚，你这是辱居龙颜啊！你荒廉家族啊！此事，朕容你三思后再回答。臣违背圣意，罪该万死。臣愿辞官，携亲女离开都城，绝不碍陛下言。只是臣女高攀不起林将军，还望陛下成全。放肆陈氏，你这是拿辞官来逼朕吗？来人呐！陛下，陛下息怒，
陈将军也是一时情急，容他们再想想。陛下，陛下，林将军文韬武略，武艺不强，少壮时就立下赫赫战功，是全都城小女娘们日思夜梦都想驾驭的郎婿。只是臣女自知，这般的林将军，臣女是匹配不上的。之前在华县，林将军为救我，险失一臂；后来在屠高山，又为救我，旧伤复发。他对我恩重如山。只是今日，突然提出要求娶，真当是令臣女还有家人有些措手不及。但有一件事，我阿母做得对，便就是如实相告。臣女的确是如阿母所说那般，粗鄙不堪，又经常惹是生非，不懂得体谅父母，更不会顺从郎婿。不过抛开这些都不说，臣女今日就想问林将军一句话。林将军，您日后寻得的心腹，自然是比我好个千百倍。我这人自幼倔强，不服从管教，更不会听你的话，这样的我，你还想娶吗？当然。我从不知自己在你眼里原是这般的好，想必你也不知，在我眼里，你陈少商就是全都城最好的女娘。林将军，陈夫人，莫打断我说话。世人都说，娶妻当娶温柔贤淑之女。我看陈夫人杀伐果断，在战场上不输男子，可在战场下，您也跟陈将军抗地情深。可见夫妻各有不同，并非皆为世人所想那般。少商或许不是所有人心中的乖巧女娘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她就是这全都城、全天下最好的女娘。她天真果敢，敢爱敢恨，是天底下最能与我并肩同行之人。子胜此生，非她不娶。好，说得好。陈娘子，既然此胜一决，你呢？你不用看他们，他们今天说了不算，今日由朕为你做主。纵然孝道再大，那也大不过天子圣意。你有什么心里话，只管说出来。朕倒是要看看谁还敢斗胆反驳。臣女无需他人决断，只听自身。臣女愿高攀林将军一次。哎，哈哈，好！哎，陈娘子啊，这桩婚事可是你自己亲自应承的，一诺千金啊！日后
谁要是再敢反复，朕定责不误。谢陛下。谢陛下恩典。好。成事还不显呢。臣父谢陛下恩典。好了，行了，都起来吧。哎，来人！哎，又怎么了？陛下啊，是义昌郡主八成是听到林将军定亲了，昏过去了。看看这些小女娘，成何体统了？啊，席还没开呢，就喝多了。哎，我说呀，真该让她呀去成秋宫，好好的学习规矩。啊，是。子正，起来，快起来！今天真高兴，陪朕多喝几杯。哈哈，众爱卿一起同饮。跪下！你瞧瞧他这般模样。夫人，来，今天太过惊吓，别说是他，我上一时回不过神来。他受惊吓，我看他今日威风得很啊，当众允婚，连圣威都丝毫不惧啊。进宫前，阿母嘱咐了许多道理规矩，可这规矩里没有一条是抗旨不遵。放肆！娘娘啊，你可不能这样伤了你阿母的心呐！之前是你信誓旦旦的保证与凌不疑并无私情，阿父阿母才凭着激怒圣上就替你辞婚，你怎能又变了呢？之前我要嫁与阿瑶，阿母就不满意，总在我面前提凌不疑。如今凌不疑当真是求亲了，阿母还是不满意。阿母究竟是不满意我择的郎婿，还是不满我这个女儿？哎，好，娘娘，你不要误会你阿母的苦心呐。论水深，那城阳侯府比之娄家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当初凌不疑的阿母霍君华，身为霍冲的亲妹妹，曾是何等的风光啊！如今你看一看，又是怎样的下场？你何苦趟这个浑水呢？凌不疑的阿父阿母，究竟发生过何事？我从未听人提起过。你连人家家里水深水浅你都不知，就谈婚论嫁，活该你将来吃苦受罪。阿母不想说也就罢了，反正我嫁与的是凌不疑，又不是凌不疑的阿父阿母。沈阳侯府究竟如何，我也不是那么想知晓。并非你阿母不说，只是此事说来话长。当初霍冲将军在圣上危难之时，以一座孤城拖住了立地20万的敌军。破城之后，霍家、何家死于围城屠戮，霍夫人和凌不疑也失踪了。城阳侯啊，便续弦迎娶了寄住家中的表妹淳于氏。谁知俩人成婚不到1年，霍夫人竟携着凌不疑寻了回来。
可朝中的文武大臣，不是最心疼忠烈遗孤吗？他们为何不让这个城阳侯休了淳于夫人，再与这个霍夫人破镜重圆？再者说，阿父，霍家满门都为国捐躯了，论功绩来讲，远远都胜于何家满门。城阳侯家氏与娄家不同，淳于氏与汝阳王妃交情匪浅，怎能轻易休妻呀？汝阳王妃，这名儿听着怎么这么熟悉？豫昌郡主的大母。嗯。此乃妾身以真金为王妃锻铸的神像，置于屋中，可镇宅驱邪。你来瞧老身，便是有心了，何必次次带这般贵重礼物？再贵重的礼物，在王妃面前都不过俗物耳。这些年若不是王妃照拂，就以子胜对我的误会，恐怕妾身早在府中难以立足了。还不是因那霍君华从中作梗，仗着兄长霍冲威望，整日对我们文史一族颐指气使。你就不同，你贤惠体贴，又体恤幼老。当年战乱我受伤，是你日夜不休照顾，我才捡回一条命来。终究是我对不住姐姐。什么叫对不住？全天下人都以为他死了，侯爷别娶，又何错之有？即便没死，他失踪2年，又遭逢兵荒马乱，那谁知路上是否失掉贞洁？你提出以他同为夫人，可那霍君华尤为不知足，还整日对你喊打喊杀。你腹中孩儿就是这样受惊吓才没的，到如今都没有子嗣。可那霍君华还整日装疯卖傻，挑拨你子胜的关系。待豫昌嫁为子胜，我定让豫昌多劝服他。大母，如今全城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，你得为我做主啊！大母，别拦着我！郡主，我这就是我才怪李裴大夫，以后亲等才效过于上。哎呦，我的心肝儿！你这是在闹什么？大母，全都城人都知道我心月灵不一，可他近日去曹州向程四娘子提亲，我究竟哪里比不过程四娘子？我哪里比不过她？竟让她如此羞辱！谁是程四娘子？竟也配跟你比？哎呀，就是之前在府上与王娘子打架，后来又与娄家定亲的那个程娘子呀。大母，如今子胜要娶她，让我被全都城人笑话。郡主请安心，那个程娘子败德损行，我与侯爷都不喜欢她，这亲事肯定成不了。我这就去找侯爷，让他寻子胜好好谈谈。哎呦，快起来啊！来，看我们孩子委屈的，不哭啊！不哭不哭。什么程娘子？我与你阿母都觉得城阳侯府是虎穴龙潭，所以才拼此拒婚。娘娘，或许你觉得阿父阿母的言辞刺耳，但我们的确都是为你好。娘娘，淳于是不好相与，只是其一。更令我与你阿父担心的是那个林不疑。林不疑可不比楼瑶，心性坚定，想好的事情他一定是要做的。偏偏是你也是如此的执拗，两个这么硬的人能够结为夫妻吗？今后如果你们有些争执，谁会让步啊？我和你阿父可护不住你的。我自然知晓他不好相与，那你还应下婚事？阿父，女儿可有其他选择？今日，阿母当着所有人的面贬低我，
你们可有瞧见，平日里耻笑我粗鄙不堪的那群女娘，是如何的神情？阿木一心就想拒绝林不疑这个棘手的女婿，恨不得把我踏入尘埃，贬得一文不值。可我也有自尊，也有骄傲，也想抬头做人。阿母，我且问你，若今日圣上赐婚的是堂子，你可还会像今日这般，当着众人的面羞辱他？若是泱泱，我根本无需这般操心。哎呀，怎么就扯上泱泱了？娘娘，你阿母并非有意贬低你，只是若不这般说，如何收复圣上啊？即便阿父阿母的言辞不当，伤了你，你也不要拿自己的终身去赌气呀。我并没有赌气，女儿认真想过了，我这脾性是改不了了，无论是嫁给谁，阿母都不会放心的。既如此，不如早早嫁人，阿母也能早些安心。你可知世道艰难，女娘若是嫁错郎，便是一生的不幸。嫁错人一生遗憾，只是我一个人的不幸，也好过抗旨不遵，满门遭殃。你们未曾教养过我，从前我心中是有怨，不过如今我想明白了，我又何曾对你们尽过孝？所以啊，咱们谁都不亏欠谁的。我不想阿父为了我而丢官，也不想阿父阿母当年抛下我换来的陈家荣耀又毁在我的手上。若是这样的话，倒会让我自己觉得我一出生便就是个笑话。阿父阿母，这门亲事是女儿自己定下的，落子无悔，无论前路如何，女儿一人承担，绝不祸累家族。好，好，阿母不阻你的前程。你要想嫁给那林不疑，阿母成全你。若我说出一切真相，人家阿兄会为咱们娘儿俩出头吗？孤城的真相，孩儿已经查得有些许眉目了。古往今来，善恶皆有报。阿母放心，作恶者终将得之以罚。对，那坏人还活在世上，你一定不要放过。阿母，孩儿要娶新妇了，所有苦难终将皆成过往。我们甘服将至。子胜啊，你要娶新妇，阿父却是最晚知晓的人，你这是心中还在怨恨阿父吗？少主公，侯爷说有要事
定有见少主公，属下不敢相拦。莫怪他们，都是为父的过错。听你阿母说，今天你当众向程娘子求亲了。我阿母常年待在杏花别院，不可能告诉陈阳侯这些。不知陈阳侯说的又是哪位？子胜，我知道你心中有气，但是不能拿自己的亲事赌气。程家区区新晋武将，在朝中毫无根基，对你毫无帮扶之力。那程娘子更是声名狼藉，这门亲事对于你全然无益啊！都城之中谁人不知，豫昌郡主心悦于你，无论人品、相貌、家世、门风，汝阳王府怎么也比曲陵侯府好上许多呀。陈阳侯嫌当年靠夫人裙带攀附汝阳王府还不够，如今还希望靠我的亲事换得锦绣前程吗？陈阳侯大可放心，我不会因为心中怨恨任何人去赌自己的婚事。你不怨恨阿父，阿父心里很宽慰，但只是那程氏。若陈阳侯心中还有一丝愧疚之心，就请立即离开这里。我阿母曾经说过，她所见之处，不想有你。我这人从来不委屈亲人，所以只有委屈程阳侯了。阿喜，送客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不知名的阿猫阿狗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我乃霍氏独女，你个毫无根基之辈也敢来求娶，给我提鞋我都不配！我偏要打死你这个浪荡子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你个浪荡子！你个浪荡！好了，好了，没事了，不要打伤了手。子胜，这里有没有医馆？杏花别院离医馆远得很，程阳侯，还是快些去疗伤吧。义军，将军，属下来迟了15年呐！属下对不住你。若能查清孤城真相，让冤魂瞑目，我相信他不会怪你的。
少主公，属下近些时日一直在找寻当年小猿侯麾下一世的下落，终于让我查到了个军医。他如今早已改名换姓，正隐居在那城郊西村。我让阿启、阿飞随你一同去西村查探。不可。少主公身边人过于大言，为稳妥起见，还是让属下自己去打探。属下会随时与少主公联系，3日之内必归。那倘若想与你取得联系，我该怎么做？从前战情瞬息万变，我们传令官很容易就落到敌人手中。为免军事泄露，霍将军常命我们将信息藏于常见之物上。霍家军传讯方式不拘一格，比如折断一根树枝，1短3长，便是属下预先；若是我平安无事，就是2短2长。此行还需隐蔽，切记小心为上。请少主公放心。只是属下还有一些不明，少主公为何如此焦急地寻找孤城残部？莫非这当年孤城城破，还另有蹊跷？是矣。但如此焦急，是因为我有了心仪之人。少主公如今年少有为，将军若还在世，定会感到欣慰。可惜啊，将军再也见不到少主公立业成家了。待你查探回来，应能赶上我的下聘之日。少主公，这是要成亲了？好事儿，好事儿！将军在九泉之下，也定会感到欣慰。只是让我们少主公能看上的是个怎么样的女呀？她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，像我这般被困在过往之中，本该孑然一身。但倘若一路艰辛，同行之人是她，或许值得一试。
将军，我没想到，在他的心里，我比那个林不疑还要可怕千万倍。夫人千万别这般想，娘家还小，不懂咱们为人父母的一片苦心。那日夫人的话虽然委屈了他，但也情非得已。你莫气他了。是他莫要怨我才对呀。当初是我们对不起娘娘，如今他宁可豁出自己的姻缘，也要与我们对着干，这便是自食恶果呀。娘娘与夫人一样，都是嘴硬心软之人，有倔强不肯低头，说话总是往最伤人处说。我不怪他，我只怪我自己。当日因，今日我。当初不管我们有多为难，多么的不情愿，也是我们抛下了他，令他长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再说过多也无意义。这世上的怨偶这么多，我只盼着他与林不疑不是其中之一，能够恩爱携手，安稳白头。明日楼侯两家大婚，阿木与孩儿一起去吗？旁人成亲与我何干？你自己去便是了。那孩儿的亲事呢？阿木，吴氏搜罗的适婚女子画像，阿木可一一考量过。你已成人，婚事可自行做主。若看中了哪家的心仪心腹，劳烦你阿父去提亲便是了。那阿母呢？他人父母操心子女亲事，恨不得事事安排。为何阿母从不关心孩儿将来会娶怎样的宗父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，难道不好吗？在阿母心中，可是觉得孩儿的婚姻之事不算大事。待你再年长几岁，你就会懂得，在你眼中天大的事，不过是别人心中分文不如的蝼蚁小事罢了。在这世间上，能靠自己的，不要假手于人。夫人如何说的？可为公子选定哪家女公子了？母亲说，全凭我自己做主。公子学识广博，为人聪慧，有主张。夫人啊，是对公子放心，才会将这婚事放手给公子自身。父母，你不用劝我，我懂的。这世间有事事插手儿女婚事的父母，自然也有甩手不管的。我羡慕他人有父母干涉管教，他人，我还羡慕我无人约束。公子说的他人是谁呀？无谁。这世间
谁人不是既可笑又可怜呢？李公子，李公子，快起来了！林将军来府上了。大清早的，他在我们府上做什么？李公子，你忘了，今日楼河两家大婚，林将军特意过来接你一同去。这会正在酒追堂等着你呢。林将军到！林将军，林将军，林将军，林将军。林将军。娄二公子，恭喜！阿瑶，祝你和昭君阿紫永结同心，百年好合。听闻圣上前几日给你与林将军赐婚，也恭喜你们。少商君换郎婿倒是快呀，才几天功夫，就定了他人。与你有何干系？不曾想敢作敢为的程娘子，如今也屈从于权势之下。娄二公子，还请带我们入席吧。阿瑶，此处交于我，你带贵嫔先去吧。单太兄、林将军，请跟我来。少商的话，还是我来吧。阿耀，我来领少商妹妹去女眷处吧。少商，走吧。我这一生出嫁2次，第1次喜袍加身，家破人亡；第2次热孝成婚，不能吹打鸣金，竟连个灯笼都不能挂。幸好还有些宾客能撑下场面，只是我没想到你也会来。我也不曾想自己会来。少商，我还是要谢谢你，把阿瑶还给我。若非因为我，你也不用嫁与林不疑。我还以为你要说，我捡到了一个天大的便宜。早知有这门亲事，为何不早些退亲？林不疑心黑手狠，嫁他算什么大便宜？当初我在冯夷郡曾亲眼见他审讯，现在想起来，还是身心发寒。按说他养在圣上身边，万事由他，怎的身上戾气这么重？像身负血海深仇似的。那不是戾气，那是杀气。他是将军，狠也狠对了地方。你这般维护林不疑，看来你们也并非毫无感情。我当初年轻气盛，不懂得看人。经过此事，我才明白，男人美貌倜傥又有何用？要心地柔软、温厚才好。至于你，也算半个厚道人吧。
你知道就好。若不是为了阿瑶前程，生凭你何兆君哭干眼泪，我也绝不会退婚的。现如今，我是阿瑶为兄长，我这个人最护短了。何兆君，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家人的。我也一样。除了我阿弟，阿瑶便是我世间最后的亲人。我对她的珍惜，不会比你少半分。我与她日后会越来越好。希望你与林不疑也一样。但愿吧。走吧，我们回宴席处。我尚在守孝，按规矩，我不便见面。今日我是特地寻你，同你讲这笑话。话已说完了，人情也算尽到了。两位兄长，这边请。未曾想到，几日未去程家讲学，少商便与凌将军成亲了。日后程家的功课交给我便可，不必麻烦袁公子。不过若袁公子赋闲家中实在无聊，我也可引荐公子入室，省得天天盯着女娘们的婚事。不必了。恩师黄甫仪已见我入朝，日后我与凌将军便是同僚了。凌将军放心，我若是闲了，定会去找凌将军的麻烦。啊，不是麻烦凌将军。哼，不麻烦。待我与少商成亲的时候，定请袁公子来喝杯喜酒。说到喝喜酒，上个月我还以为今日喝的是少商与阿瑶的喜酒，可见这亲事一日未完婚，便是一日做不得数啊。袁公子先是任陈氏教习，现如今又来打听我与少商的亲事，若不是知道你眼高于顶，怕不是会猜想你对武父是否有非分之想。哼，程少商此人从不屑男欢女爱，他只会经营算计。我平生最看不惯拿婚姻算计的男女，对他更没非分之想。哦，那这么说的话，袁公子只是针对在下了？我就是想瞧瞧，被满腹坏水的女娘瞧上的男人，最终会是怎样的下场。那可真是要令袁公子失望了。我与少商情投意合，定能白头到老。但像袁公子这般小肚鸡肠、嘴损无德之人，未必能走到那个时候。凌将军，我一文官，必定比你武将命长。情投意合，白头到老。你说这话，自己信吗？两位兄长别吵了，在我看来，少商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娘。闭嘴！
程娘子，少商妹妹，来跟我挤挤。不必了，多谢。娘娘，你来了。来坐这儿。十一郎挑拣多年，眼光也不过如此呀。陈少商，你好是能耐呀！前脚与我堂兄退亲，后脚又搭上十一郎，你这样对得起我堂兄吗？是圣上亲口向我陈家提的亲，天大的深恩，哪敢无端拒绝？楼离，你这么大口气，当时就应该让你在御前，看看你有没有胆量拒绝。可你也不应该如此快答应呀！我堂兄得多难过，他对你情深意切，你就该伤怀，该避居乡野。凭什么你堂兄另娶我就要终身不嫁？就算是要嫁，也要先伤怀好些年，凑过花甲之期。最终是嫁了，也要找一个不甚如意之人，躲在冷僻角落，铁日烧烤，不能在人前出现。知道的是知道我陈家为圆满何将军临终遗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陈家欠你们楼家多大人情呢。楼离，你若想让我瞧得起你一回，大可将你方才说的那些话当着你阿父阿母的面再说一遍，看你阿母抽不抽你耳光。夫人，这是要去何处啊？小女娘间的玩笑罢了，谅也不会闹到你我面前来。程伯夫人说的是小女言语挑衅的。少商不能嫁到我们家中，娄氏何家甚觉惋惜，只是为了成全忠烈遗愿，不得不这般。夫人不曾往心里去，我也就安心了。我自然不会往心里去。我家得圣上亲赐十一郎，这么好的郎婿，夜半都会笑喜，又怎会心生怨怼呢？凌将军能陪少商来娄氏参加婚宴，着实令人心中钦佩。即便胸怀再大度的儿郎，也不会陪心腹来前未婚夫婿家参加婚宴。只是不知凌将军对少商是无情无心呢，还是他压根儿就不顾及自己的颜面？多谢各位到访，请。多谢二位。张公子，来。娄大公子，若非你博闻强记，会下冯一军于途，此役只会更艰难。圣上示下论功行赏，你立此大功，日后当身居高堂。阿瑶能够迎娶昭君，这就是圣上对我们娄氏的最高恩典。身为何将军的亲家，娄家能够助凌将军夺取冯一郡，这原本就是分内之事，怎敢再贪功呢？阿奔啊，你说是也不是啊？伯父甚知我心。林将军，我半生散漫惯了，只喜周游天下，不欲入仕，怕是要令你失望了。你虽无意入仕，但若圣上起贤，我看谁人敢阻拦？娄大公子，这程家才到娄家退亲，
没多久就在宫中定了亲，快得令人咂舌了些，不免让人生疑心呀。这陈少商与林将军是否早就有私情啊？阿言，你为何来南明演习啊？倒也并无大事，只是刚刚程四娘子说她落了件披风在林将军马车上，托妾来问问。少商妹妹是有志气的，还以为都跟你们这旁人似的，看见那凌不疑就跟饿了3天的小野狗看见那肉骨头似的。可惜，人家凌不疑看不上你们呀。诸位，想必你们也认识凌不疑时间不短了吧？可是人家也没向你们提亲呢。我们都是老实的闺中女子，行端坐正，哪像有些人一味做作，卖弄风情。林将军是伪丈夫，哪里懂得这些鬼祟阴私伎俩？怕是受了蛊惑。王玲，你再血口喷人！我没有。哎，阿紫。林将军，今日乃是我娄家的大喜之日，你这是何意呀？我行至何处，黑甲卫便跟至何处，向来如此，无意冒犯。林将军，此处是女眷席面，只怕不大合礼仪吧？和席分席只是小节，懂廉耻知进退才是大礼。好，既然王娘子说我不合礼仪，那我今日便教教你们什么叫懂廉耻、知礼仪。林将军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程娘子真是有福气啊！竟让林将军不顾男女分席也要去维护她。这程四娘子刚退门亲事，又能提得如此上的冷血，还真是天大的福气。哎呦呦，抱歉啊，一时贪看热闹，竟失了手。不过能用上等鹿肉旗袍，想必二位也觉得是天大的福气吧？哎，算了算了，别跟他动嘴，可没人能从他袁善剑嘴里讨得半点好处。走。陈夫人，方才王娘子说在下不合礼仪，如今长辈们看着，也算是合理了。如此甚好，林将军思虑周全。林将军此话差矣，圣人云礼仪。礼仪？你一个女公子，张嘴闭嘴就谈论未婚夫妇的隐私之事，你觉得自己很懂礼仪，很懂廉耻吗？你尚未出嫁，就已经一副市井妇人的嘴脸，娄大夫人，你知晓吗？王娘子方才提到狐媚风情，卖弄做作，你可知上个月，五皇子赠予我一对美妓，你兄长王龙见后垂涎3尺，我便将2人送予了他。可谁知不过几日，你阿父又将其笑纳。
狐媚风情，卖弄做作。这夸赞的可是他们二人。你，与其整日琢磨如何攀污我家心腹，不如回家好好想想，日后该怎么称呼这2位美妓。是敬为阿嫂呢，还是敬为阿母呢？林不疑，你。诸位，想必你们对我跟陈娘子定亲之事也有所耳闻了。待我成婚之时，还请各位大驾光临。诸位。想必你们对我跟陈娘子定亲之事也有所耳闻了。待我成婚之时，还请各位大驾光临。恭喜林将军！诸位女公子。关于我定亲一事，还有何事要议？一并问完。没有。别再为难我家心腹。林将军和程家娘子的婚事还真是天作之合呀，天降奇缘。是啊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有何好说的？我们费尽唇舌，诸般道理，不还是会任人欺负吗？可是他分明在替你撑腰啊，你不开心啊？不知怎的，开心不起来。为何不说话？我说也不说重要吗？我说10000句，也抵不过林将军说1句。既然如此，我又何必废话呢？你想说什么？今日我终亲眼见到权势的模样。戚家阿姊抵挡的好生辛苦，阿母想来也是忍得极其不易。可那些贵女们还是不依不饶，不肯放过我们。可你来了，3言2语就将他们闭嘴了，甚至不需要多费口舌，目光所及，他们就会顺从去做。你不喜欢权势吗？那是你的权势，不是我的。而我为何能有你的权势呢？是因为不久之后我将会嫁于你，为你生儿育女，让你开心舒适，所以我就能分享你的权势了，对吗？夫妻本是一体，待我们成婚之后，我的就是你的，这样有何不好吗？
没什么不好，是我庸人自扰了。我这个人就爱随心所欲，为所欲为。但我日后若是嫁于你，就得按照你的规矩活下去。那时，我将不再是陈少少。太晚了，睡前进食过多，容易积食。我征战在外的时候，过午向来不食，人饿警醒，吃的太多会失去斗志。林将军，我知你在军中命行令旨，不惜与人商量，可我也自小散漫惯了，最不惜有人管束，哪怕是为我好。你若是想娶我，那就得忍着我。我已经在尝试与你商量，少少，我已经告知了你我的理由，你大可告诉我一个，即便知道对身体有害，此饼也非吃不可的理由。林将军，这世间不是所有事情都是有理由的。就好比说，你无缘无故向我提亲，这是有何理由？少主公，西村处有要事禀报。先送陈娘子回府。是。启程。韩武之前说过，3日之内必归，可是我们等到昨日天黑，也未见其下落。属下担心其安危，特派人前去调查，发现了许多形迹可疑之。属下怀疑，是不是韩武已经遇险了？霍家军传信过来，遇险必留下线索。我们去一趟西村。可是少主公明日还要去程家下聘，这我自有安排。哎呦，行了，把这些杂物放到后院，把前院给我腾出来，我要有大用处。是。慢一点，别磕着碰着。慢点儿，那是我的陪嫁。对，慢点儿。军姑，哎，您这又是在折腾什么呀？元一呀，袅袅一生出来，你跟大郎便获孤城大捷。袅袅命中带吉，是个有福气的孩子。现在都城谁家的小女娘能比我们袅袅争气？娄家婚事刚退，林家又赶着来求娶。我打听过了啊，林不疑是在圣上面前养大的，待遇就如同皇子。我们袅袅嫁过去，那不就等于是皇子妃了吗？军姑，军姑，你可千万慎言，这会为程家招祸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林家如此显赫，送的聘礼比娄家定多不少。当初娄家送聘礼摆了满满半个院子，那林家送的聘礼还不得整整塞满整个院子吗？所以我得早做准备，将院子打扫干净腾出来，免得聘礼占了你们夫妻的库房。军姑啊，此事还未定，林家还未派人来交换庚帖。太
他们不来，你上门去要啊！如果你觉得脸面不方便的话，你跟我说，我亲自登门去呀！哎呀，迂腐之人礼就是多。那娄家的教训你还没有受够吗？你聘礼早日落袋，早日为安呐！我的意思是，亲事早日定下来，早日为安。老夫人，女君，林家管事来称家中主母身体抱恙，故无法按时下聘，望请见谅。抱恙什么意思？抱恙？哎呀，怎么好端端的会病了呢？这你怎么能？我院子都腾好了呀！你这，哎，元一，既然亲家病了，咱们带些药去探望。是，林家管事还特地叮嘱，为免过病气给姻亲，所以请程家人莫要登门。哼，这城阳侯府真是欺人太甚。完了！哎呀，看来丁成的婚事怕是要黄。哎呀！哎呀，我的聘礼呀！都怪妾身病的不是时候，与娶灵侯家的亲事，只有等病好了再说。否则万一将病气传给程家，那岂不成了天大的罪过？也是程娘子命硬，还没入得侯府，就将未来军姑给克病了。日后哪家还敢求娶？是啊，这世间又有几人像郡主这般命格显贵呢？这亲事本是圣上定的，夫人也不好推举。你我同样命苦。放心，只要聘礼没下，庚帖没换，这亲事呀就算不得数。我明日去宫中与圣上论道论道。这程娘子既能退第一次亲，自然能再退第二次。郡主，老王妃，听闻林将军命人进宫，称自己父无母病，叩请圣上代为操办与程氏的亲事。圣上也已经应下，说是明日便派老王爷担当礼官，前往程府下聘。什么？子生竟为程娘子罔顾伦常？哪来的老王爷？那本朝老王爷只有士大夫。哭什么？要是旁人下聘，倒是值得一哭。你大父还不是听咱俩的？何父，县长面前也敢撒野？我告诉你啊，莫要嚣张，看我明日不便皇上休了你。你尽斥我泼妇！你分明做了王爷，你做的忘本你！我当初随你上山下田，食不果腹，吃了多少苦！我不泼妇，怎能养活你和圣上？这朝中上下，谁泥腿子模样我不曾见过。就是当今圣上，也是我一口粮一口水省下来喂大的。老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现在想过河拆桥，欺负老妻吗？你文家男人，你丧良心呀你！你想逼死我们祖孙二人吗你？你可不敢胡说呀！要骂就骂我一个人，怎么敢连圣上也一起骂？大母，何苦为难大夫呢？圣上命大夫为子生下聘，大夫又岂敢违背圣意？都是我命苦，与此生无缘无分，不如就让我留在三彩观里侍奉神仙好了。你大牛！你娃儿你都死
么少的孙女长大成人，他今若就此出家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替你撞死你！哎呦喂，好了，你也莫死，你也莫要哭。我明天就去找程少商，搅黄那个凌不疑的婚事，如何？那明日便看大夫手段了。老子上当了。凌不疑没来。女公子，莫要难过了。虽然林将军没来，可请来了德高望重的汝阳王为女公子下聘，可谓是做足了脸面。现如今，都城中人人都羡慕女公子，聘礼多到整条街都装不下。羡慕我什么？羡慕我连自己的亲事都身不由己。你去帮忙吧，莫要理我。是啊。小女娘，手上轻点儿，耳朵都震聋了。这条案怎么得罪你了？我就像这条案，谁都能锤几下，没胳膊没腿的，没得反抗。哎呦，这年纪轻轻的，怎么个个都怨声载道啊？小女娘，我问你啊，那个程少商现在何处啊？他抢人夫婿，害得我孙女儿昨日痛哭不止。我呢，就是想问问他，为何要高攀凌将军？男女都是人，何来高攀一说？全都城都在说，我嫁与凌不疑，是我高攀。可没有人知道，如此不平等的婚事，我陈少商才不稀罕呢。老王爷，莫非你今日是来搅黄婚事的？我堂堂圣上叔父，怎么能做那种下作之事呢？哎，你就是程娘子啊？我还以为终于盼来一个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救命恩人呢。你早已知晓本王的身份。能在曲陵侯府后院来去自如的人，只能是来送聘礼的汝阳王了。你的胆子也够大啊！明知本王身份，还敢与本王顶撞。我本就是这样，不知礼数。老王爷若是看我不顺眼，不如替林子慎退了这个婚事吧。这都城多少女娘都倾慕林子胜，可怎么在你这儿，我觉着你要让我把这婚事搅黄似的。我与他从一开始便就不平等，在我心里，两个人若是做不到平等尊重，还不如一个人过呢。你可知道这世间人分3、6、9等啊？即便是真正的夫妻，也未见得能够平等尊重。本王与我家那婆娘成婚50年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她不敬我，我也不重她。只不过我修行多年，追求无为不争之道，故儿也只能忍耐罢喽。哟，老王爷，您竟是修行之人。方才倒没瞧出来。哎，老王爷一心
为了无为，却忘了修行之人本应该顺从本心，不可讳言。老王爷，怎的半点也没做到？这世上本就怨偶无数，有的说是为了儿女不舍分开，有的说是怕父母不敢分开，可偏偏没有人敢承认是不敢承担后果，所以没有分开。老王爷，你既不敢绝婚，就不要拿道心当借口了。我看你啊，分明就是惧怕权势，怕惹圣上不高兴罢了。你敢说教本王？啊？你既然觉得与灵不疑，身份不等，为何不敢去婚？我也惧怕权势。哦。老王爷，嗯，老王爷记得老王妃的令，想替豫昌郡主出逃，不如就将这聘礼全部搬回去，把这婚事给搅黄了，这样你好，我也好。不得谁的令？你婆娘能命令得了我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是在这儿等着坑我呢。啊，你盼着这婚事不成，我可不上当。我是瞧着子胜长大的，我还就盼着这婚事成了。别啊！你想让我帮你拒婚，当我傻？啊，反正啊，这聘礼已经送到，我也该回宫复命。你啊，本想借我的手搅黄这婚事，老子呀，绝不上当。没老糊涂了，这是让你搅黄婚事儿，谁让你当自家婚事操办了？哎呀，你这泼妇不讲理！这婚他搅不黄，这是圣上亲允的婚，你我又如何呀？大夫是圣上叔父，圣上也要赏几分薄面的。不如大夫入宫面圣，命令不疑迎娶2人如何？我愿意成家娘子，共侍11郎。荒唐！玉昌啊，你看看你这个为求嫁人不惜折损自身的这个样子，你丢人丢人丢人！大母，大夫变了，不疼玉昌了。如今多少人视我做笑话，哪还有脸活在人世啊？就让我死了吧！哎呦，荒唐！玉昌，听大夫一句真心话，男女婚姻大事凑合不得，若凑合必成仇。你看我和你大母，无一日不争吵，无一日不埋怨，那我们就是你的前车之鉴，你何必要重蹈覆辙呢？你在孙人面前混说什么？你真敢与我结婚吗？让圣上的脸往哪儿搁？你挑唆我，让我去寻程养子的麻烦，让我以权势压人的时候，你有想到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吗？50年了，我总算是想明白了，我得为自己活一回。这婚啊，是为我自己觉得，爱咋咋地。大母，玉昌这就去圣上面前找根绳子吊了自己，看圣上是要赐婚外人，还是逼死我这个从侄女？哎呀！
此生青灯相伴，是素发出家，还是盘发出家？自己选吧。南母。 少主公，方圆10里我们都搜遍了，并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。此处泥土潮湿，人行在上必定会留下足迹。可这附近干净平整，别说是韩武的足迹了，就是连马蹄印都不曾见。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处理得这么干净，必定是军中人。那些人既然是军中的，那韩武也许还留下了其他线索，再找找。 可是四周我们都搜遍了。挖。 一短3长，便是属下预先。若是我平安无事，就是2短2长。韩武发现自己被人追杀，在此埋下线索，2长2短，证明他还活着，他会自己来找我们的。暗中留意，是否有关于韩武的其他线索？是。即刻启程，连夜赶回都城。是。这么着急回去吗？我得回曲陵侯府。 下聘当日誓约，理应登门道歉。少主公，怎么了？你这般杀气腾腾，不似去赔罪，倒像是去兴师问罪的。你们的意思是，我很凶吗？不行，不行。但是。 少主公应该事事都笑笑，像这样。你。 会说笑话吗？真羡慕娘娘你呀，要出嫁了，再也不用被阿父阿母管束了。才不是！之前阿母不许我嫁林不疑，如今在婚事上比谁都上心。 绝口不提退婚之事，如此可见，他心中根本就没有我。娘娘，你这话说的可就亏心了。当日可是阿母在宫中冒死提出此婚，你自己非要嫁给林不疑。是什么叫我非要？那是形势所逼，不得不。算了，跟你们说这些干嘛？说了你也不知道，什么是权势，什么是厉害，你们什么都不知道。 娘娘，你可别气大伯母了。大伯母这些天吃不下也睡不好。洋洋，吃饭。娘娘今日为何一直掉下目？定是林不疑没亲自来下聘，给气着了。不过阿母也奇怪。 换往日早拍桌子了，今日一句话也没有。哎，这些女娘们心思捉摸不定啊。
这凌不疑确实有些过分，婚还没结呢，就在下聘仪式上怠慢娘娘。你我做兄长的，可绝不能饶恕啊！对，带他登门，咱们带袅袅给他个下马威。少少，陈将军、陈夫人，那日我有紧急军务，没能赶上下聘，实在抱歉。林将军上来都不与人商量，自己拿了主意便是，有何好致歉的？正事要紧，正事要紧。林将军既然来了，便一起用膳吧。秦聪，收拾一下酒坠堂，请林将军过去用膳。不必多礼了，马上就要是一家人了，一起用膳吧。大家不必这么拘束，子慎很好相处的。大家为何不说话呀？那个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我们城市虽是小门小户，终究还是要讲究一些规矩的。食不言，寝不语，甚好，甚好。不如子慎给大家讲一件趣事吧。古时有一位书生，最是自私凉薄，从不与人交好，自认为如此就不会损失任何。他所住之村是一座湖心岛，每出岛都需要乘船渡湖。有一日渡湖时，他发现所乘之船被水中石破了一洞，他本可脱衣补洞，却不愿脏了自己的衣服，也不愿废其口舌，就任着洞不断地冒水，直到这船行至湖的中央，众人才发现原来此船一直在漏水，惊呼道：“这船要沉了！”各位猜，此书生如何作答？他答道：“这船又不是我的，与我何干？”那最后呢？此人如何了？自然是淹死了。哈哈哈！
哈哈哈！甚是有趣。哈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！哈！哈！我看他就是来威胁咱们家的，听着像。来，三兄。哎，多谢林将军。三兄为何满头大汗啊？啊！哦，天气炎热，天气炎热。来，三兄，子申敬你。三兄为何喝得如此快？啊，随便喝2口，解暑降温。多谢林将军。子申再敬三兄，解暑降温。四兄，我喝。先干为敬，爽快。我不胜酒力，我吃菜。好。林家的郎君来了，不得无礼。哎呦喂，真热闹啊！大母没来迟吧？啊？哎呦，哎呀，你就是林家的郎君吧？啊？是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这眉毛是眉毛，眼睛是眼睛，鼻子是鼻子，嘴是嘴的。哎呀，果然是卓尔不群呐，跟我家老头子不相上下。我看你们说呀，我这辈子看人就没错过。你跟我们家鸟鸟，一个鼻子俩眼睛，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一看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呀。我曾经也这么说过，陈老夫人当真是睿智啊！睿智，睿智，什么意思？好。我从未见过。是吗？好，我让他们给你们做。阿父啊，我让店家都帮我包好了，届时各家回礼，咱们送去就行。嗯，还是你想的周到，省了我们多少事儿啊！师傅，开包茶叶。什么？都说家宅安宁，方能兴旺。我与少商定亲，程家人亦是我的家人。我特调来一队亲卫，每日查探府中出入，确保诸位的安全。啊？